大家好，我是国正。那今天简单分享《舆论》这本书里边的一些内容。那简单说就是我们如何尽量减少对于外界事物的偏见。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这种经历呢？那比如说我们看见前面走过来一个人是个男人，身上纹了各种各样的纹身，那我们是否觉得这个人至少不是什么好人，或者是不是什么正经人吧？那正经人谁去纹身呢？对吧？那是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穿着时尚，但是她表情很严肃，几乎没有表情从你面前走过，那我们是否会觉得这个女人非常高冷呢？不太容易接近呢？那这些在我们脑海中瞬间产生的对于某个事物的印象呢，就叫做刻板印象。但是呢，这种刻板印象呢，也会让我们对事物产生偏见。那所以呢，我们在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当中除了刻板印象呢，还有这个象征符号以及拟态环境这三个作用于我们脑海当中，使我们对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认知。先说刻板印象，那什么是刻板印象呢？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对于某个事物过度简化、固定化的看法呢，这个就叫刻板印象。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觉得这个数学好的人他可能就不善于文学不善于文字其实呢只是刻板印象，或许他两样都精通。那也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一个纹身的人他不一定是什么比如说什么混社会的，或许他就是觉得好看是一种时尚，或者是为了纪念某个事情他纹了什么身。那再比如刚才说那个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呢你看见她很高冷，其实你没有了解她，没有去接触过她你没有跟她交谈过，你怎么知道她就不容易说话呢不容易接近呢？这些都是我们大脑里边为了省事而形成的刻板印象。我们为什么总是被刻板印象操纵呢？其实在书中说在一个社会当中呢，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个人没有达到自给自足，并且呢对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了如指掌的前提下，那就会形成印象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眼经历的东西呢，他都会用概括这个概念去概括他知道的一切，那就会形成印象。由印象逐渐积累多了以后呢，就对某一个事物产生刻板印象。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我们为什么总是觉得那些纹身的人他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呢，或者是坏人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纹身的人呢毕竟是少数，但是呢由于纹身的人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经历当中发现那些纹身的人好像很早就辍学了出去所谓的混社会。那以及这个影视剧以及电视作品当中呢那些什么混社会的人呢总是纹身，那我们就形成了刻板印象，就把纹身的这个刻板印象概括成一个具象的东西，就是你纹身了，那你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人。那这就是刻板印象的形成。针对刻板印象呢，那再举一个例子，那比如说那些所谓的大 V 呢，他针对某件事情呢发布了一个什么看法、一个观点，那我们呢就不加思索的去相信他这个看法和观点。那我想说的是，他是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观点，不一定就是事实。那你怎么确定这个大 V 他说的这个事情就是事实呢？就是他亲眼看见、亲自经历的呢？那如果是他亲自看见、亲自经历的，他是否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来阐述这个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他说这个事情或者是他针对某个事情的看法呢，也仅仅是针对于他的知识边界以内他做出的观点和看法，而并不是事实。那如果这个大 V 他是故意想带风向呢，也就是想带一下节奏，引导一下舆论呢，他可能会掺杂一些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输出他的观点和看法。那但是我们这种人就是吃瓜群众呢，对于这个事情不了解，对吧？那就可能会完全相信这个所谓大 V 的这个带风向的这个结论和看法他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亲历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自经历，那就会去相信他说的这一切。那我想说的是，针对这些大 V 他说的这些事情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二手信息。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个二手信息的观点呢？
正如刚才说的那样嘛，我们对于某个事情呢没有100%的了解，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用观念和刻板印象来进行归纳。所以呢我们在获取外界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那因为如果是特定的信息获取渠道的话，那这个信息发布渠道它本身可能会对这个事件的内容或者细节做一些过滤筛选，那或者是非常有指向性的、有目的性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的东西呢就会形成特别深的刻板印象。那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嘛，我们经常看见那些纹身的人啊，他一直报道这个纹身的人又打架了，这个纹身的人又怎么样了，那我们就会觉得，纹身的人好像只会干这些事儿啊，那这是刻板印象。那所以呢，我们要尽量规避掉这种刻板印象。那我们获取渠道呢要多一些。如果我们对于信息获取渠道太过单一的话，那我们知道的信息呢，肯定就是刻板印象了。那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来进行辩证的看待同一个问题，那这样呢就会达到这个信息渠道的一个目的啊，它就会给公众呢对于某一个事情进行一个特定的刻画，那他怎么刻画那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可能就要进行一个辩证的看待。然后说象征符号，那什么是象征符号呢？象征符号啊，它是一种非文字的表达，那它是通过这个图像、音乐、标志等等来凸显某种意义和概念。那这种意义和概念呢，能够触发我们的感情和情绪反应，那这就是象征符号。这里呢，针对象征符号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心形的符号，那我们看到这个心形符号的时候，总是把它和爱情啊、浪漫啊联想在一起。那其实呢，这个象征符号呢，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它，因为它不是总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的，它这个象征符号的产生呢，背后呢是有它的驱动意义和利益所在的。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美剧呢，它是这样一个设定，就是有一群人具有超能力的人呢，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正义联盟。那一旦这个社会当中发生这种大的灾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挺身而出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人们呢就觉得他们是英雄，那他们这个联盟呢有一个标志，那人们呢一旦看见这个标志就觉得非常的心安，有他们在不怕只要有他们在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大家形成了这种刻板印象。那以及呢他们那个联盟的标志呢，也就是他们的象征符号，象征了他们可以解决一切难题，他们就是英雄的象征但是呢他们这个联盟背后呢其实是一个利益集团组成的，他们解决的那些所谓的大的灾难呢，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制造的。简单的说就是我自己去制造一些大的灾难，那常人解决不了我去解决呀所以呢他们每次呢就在这个公众的视野当中去解决这些大的灾难，那表演给这些公众看，公众一看，哇，真的是英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有他们在就安心了。所以呢人们呢看见他们那个联盟的标志就非常的放心，那这就是象征符号。所以呢我之前说的我们看待一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象征符号的时候呢，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象征符号背后有它的利益团体和它的目的。然后说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感知和理解，那这些呢往往呢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和影响，那媒体呢对于这些信息呢也有特定的塑造。那简而言之这个拟态环境呢其实呢就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主观感受，它并不是客观事实。这里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人他拍了一个短视频短视频里面显示呢某个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心旷神怡。那后来呢你兴冲冲的跑到那儿去了，结果发现一看呢大失所望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呢这个只是那一点点那个古色古香的建筑呢只有那一栋，那这个镜头稍微偏一点点就发现旁边都是一些未开发的荒地垃圾遍地等等其实根本就没有视频里面描述的那么好。
那这就是拟态环境，这就是人为打造的拟态环境。那这个视频呢，它就是拟态环境，它视频里面只给出了最美好的一面，那最美好的一面只有那么一点点。那我们只会通过它给到的那一点点信息，就是那一点点拟态环境呢，来想象那个大的环境，我们去美好它，去美化它。所以呢，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啊，对于很多事物的美好的情绪和感受呢，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也就是刚才说的那样嘛。对于拟态环境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只是主观的感受和想法，它并不是客观事实。所以呢，作者利普曼认为呢，人们呢不是直接的感受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的，他们是通过这个外界的信息来组建构成自己的主观的观念和看法的。那这些信息呢，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那这些渠道给出的信息呢，已经是经过过滤加工以后的，它并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构成了一个人为的拟态环境。所以呢，利普曼认为这个媒体是影响人们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呢，他认为这个媒体呢，它是可以选择性的报道哪些东西，以怎样的视角进行报道，那用怎样的语言进行报道，这些都是可以人为去操纵的。这些操纵和选择呢，可以对人们的拟态环境形成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媒体呢，它报道事实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倾向性。那这个倾向性的原因呢，则来自于这个媒体背后的利益和某些方面的考量。所以呢，如果人们获取的信息总是来自于某一个特定的观点和立场的话呢，那人们呢形成的这个拟态环境呢是有所偏颇的，那他们认识外界事物呢也是有所偏差的。所以呢，利普曼呢就认为他就强调这个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那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外界事物获取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有我们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那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那对于外界事物有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认识。那简单的说就是要有自己独立思考不要被带节奏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对媒体传递出来的信息保持批判性思维，那审视这个刻板印象、象征符号背后的目的和意义。那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对这个媒体释放出来的这种信息有一个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观点。那只有这样呢，才不至于人云亦云，被牵着鼻子走。以上就是我关于《舆论》这本书里边提到的3个主要概念的一个简单分享。那如果你有其他相关的看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